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这个内容呢是关于学会爱自己。对，我们哦，会从几个方面来聊一聊，怎么才能够真正的接纳不同阶段的自己，怎么为自己而活，包括怎么去带动你身边的人也学会爱自己。最后我们会再聊一聊，怎么通过爱自己，让自己跟这个世界更融洽，也提升自己的幸福感。是，对，这个话题真的还挺重要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咱们第一个话题咱们先聊第一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叫做自爱的基石就是完整的接纳不同阶段的自己。对，这个话题其实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什么才算是真正的接纳自己？真正的接纳自己，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允许自己有缺点、有遗憾，然后你也允许自己有很脆弱的时候，有情绪很低落的时候，你也允许自己就是承认自己的平凡，承认自己的普通，你也不再因为想要去讨好别人，或者想要去达到一些很完美的标准而苛责自己，你会很温柔的去对待那个不完美的自己。你会很平静的去接受自己的所有经历，包括你的过去、你的现在。你会觉得我是值得被善待的，就即使我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我依然是值得被善待的。这就是我觉得真正的接纳自己。有没有什么特别实用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来更好的接纳自己呢？嗯，其实可以尝试着每天去观察自己的情绪，然后用一个比较客观的视角去记录下来，去写一点这种内在观察日记。就是你不要去批评自己，而是说你像在看一个朋友一样去看你自己的感受。感觉很温柔的一个方式。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不要去追求那种十全十美，而是要去追求那种足够好就可以了。对自己说一些肯定的话，学会去表达出自己真实的需求，去建立一些健康的界限，去原谅自己的一些过往，都是一些可以帮我们慢慢的去学会接纳自己的一些好的方法。就是说，接纳自己到底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积极的变化？就一旦你开始去接纳你自己的全部，你就会发现你内心的那种自责和压力会慢慢的减轻。然后你会更容易去建立一些很真诚的关系，你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也会更有韧性。其实科学研究也发现，就是自我接纳是一个心理健康和幸福的一个底层的支撑，它会让我们更有能力去照顾好自己，也更有能力去应对生活中的一些风浪。我们现在要聊的主题是学会为自己而活嘛？那这个就想问你了，就是到底怎么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为自己而活？我觉得其实为自己而活，就是你不要老是被别人的期待和社会的标签推着走。就比如说，你到底想要什么？你要去问问自己，那些声音到底是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你不要把所有的都一股脑的接受。感觉这真的挺难的。就具体有什么方法可以实践的吗？就非常具体的就是你要去明确自己的底线和你最想要的东西，然后遇到你不想做的事情，你要去温和而坚定的拒绝。你要去定期的去清理那些让你很疲惫的关系和事情，你要去多尝试一些让你自己可以开心的小奖励。嗯。你要允许自己有缺点，你也要允许自己有遗憾。就这些很日常的事情，其实都是在为自己而活。如果说想要去带动身边的人也学会爱自己，这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用的方法？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你要坦诚的表达出你自己的需求和你的感受。对，就比如说你跟你的伴侣或者跟你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要说出你真实的想法，这样的话别人才知道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边界。嗯。那同时你也要多去尊重他们的选择，对，不要老想着说要改变对方。这个在教育孩子上面也适用吗？当然啊，就是你要像有些父母他就是会跟孩子平等的去交流啊，他不会说去批评你，或者说给你很多压力啊，而是说他会很温柔的去陪伴你。那其实这种就是让孩子也慢慢的学会接纳自己。那朋友之间也是啊，你自己要先做到就是，自爱，然后去坦然的面对一些分歧啊，那你的这种状态也会影响到你身边的人。很多人其实会把自爱和自私混为一谈，你觉得这两者之间的最本质的区别在哪里？其实爱自己的核心是，你要去照顾好自己的内心的需求，然后要去尊重自己的价值，但同时你又不会去伤害别人，也不会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别人的身上。但自私呢，它是完全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他甚至会去侵犯或者说牺牲别人的利益来成就自己。
所以说，其实这两者的出发点和行为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咱们再来聊一聊幸福的修炼，就是这个部分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嗯。怎么才能够跟世界谈恋爱？就这个具体的练习方法都有哪些？其实跟世界谈恋爱的话，就是你要学会去接纳这个世界的不完美，包括你自己的不完美。然后你要专注于去发现每一个当下的小美好。比如说，你认真的去做一顿饭，或者说你在睡前读几页你喜欢的书，就是这些很日常的事情，你把它变成一种仪式感。对，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一种仪式感。所以就是说，其实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可以去用心的体会的。对对，还可以就是比如说你每天花一点时间去感谢一下你的身体，然后或者说你自己写一封自我情书，或者说你做一个情绪体检，就这些很小小的练习，再加上你去练习温和而坚定的表达自己的边界，学会去记录一些你觉得很感激的事情，就是你会慢慢的发现你自己变得更温柔了，也更有力量了。就是说，这个自我关怀能力到底是靠什么方式可以真正的提升呢？其实这个的话就分成3个部分吧，就是你可以关照你的身体，你可以觉察你的情绪，然后你可以滋养你的精神。就对。是比如说你每天花一点时间去觉察一下你的身体，或者说你花一点时间去，像朋友一样的跟自己对话，安慰自己，嗯。或者说你花一点时间去写一写你的感受，或者说你找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小角落去静静。对，这些都很有用。就原来自我关怀可以这么细致。嗯，错。还有就是你要允许自己有缺点，允许自己有不开心的时候，对。然后你要把你平常那些自责的话都变成一些鼓励自己的话。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些新的爱好，或者说每天给自己一些积极的暗示。对。就是你坚持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整个人的幸福感和内在力量都会明显提升。那如果说我们持续的去练习自我关怀和这个与世界恋爱这种方法的话，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其实就是你会慢慢的减少一些自我否定，然后你会更容易去欣赏自己和你身边的人。包括你遇到一些压力或者遇到一些负面情绪的时候，你也会更有弹性去处理，你会更容易去建立一些真正的理解和共情，就对。会让你无论是独处还是跟别人在一起，都能够体会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和平静，就幸福感会大幅的提升。对，聊到这儿，其实我们已经能感受到自爱的力量了，就是它真的是一个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幸福的一个起点。对，希望大家都能够带着温柔和勇气去探索自己的内心，然后开启属于自己的崭新的人生。好，我们下期见，拜拜。